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英伟达亮丽财报表现出人工智能时代对数据中心的需求旺盛。专家表示，挑战在于为繁荣提供动力。接下来这条，5月美国商业活动大幅增长，服务业表现尤其强劲，但制造业输入成本飙升，预示未来几个月通胀可能上升。下面这条，美国司法部扩大的反垄断调查针对 Live Nation 提起诉讼，要求拆分该娱乐巨头。下一条，美国新屋销量因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房价上涨而低于预期，表明房地产市场在第二季度继续失去增长动力。让我们关注英伟达第一季度业绩超出预期，带动股价上涨 9%， 市值超 2.5 万亿美元。公司报告每股收益 6.12 美元，收入260亿美元，分别增长 461% 和 262%。英伟达还宣布了10:1的股票拆分和增加股息，预计第二季度收入为280亿美元，好于分析师预期。下面这条，经济状况好坏取决于询问的人是谁。官方数据显示经济繁荣，但许多美国人认为经济不景气。尽管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低，股市创历史新高，但一项调查显示 56%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处于经济衰退中。下一条，英伟达 NVDA 股价周四飙升 9%， 盘中突破1000美元大关，一季度收益再次超出预期，市值超过 2.5 万亿美元。下面这条，受英伟达强劲财报提振，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四创下新的盘中高点。受此消息影响，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4%，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小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将近 1%， 受波音股价下跌拖累。让我们关注美股周四下跌，因利率忧虑主导投资情绪。此前 NVIDIA 的亮眼财报最初点燃了乐观情绪，认为 AI 反弹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下面这条，美国经济表现超预期， PMI 指数升至25个月高点，服务业和制造业均扩张。尽管近期其他数据显示经济放缓，但这一数据表明美联储对抗通胀仍面临挑战。下面这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认为特斯拉开发的全自动驾驶系统是目前最先进的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搭载了英伟达芯片。接下来，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跌至 6.94%， 为4月初以来首次低于 7%。 房屋销售疲软，受抵押贷款利率高、房价高和库存低的影响。让我们关注周四，随着投资者对利率上升的担忧占据主导，股市从创纪录高位下滑。此前英伟达公司 NVDA 的重磅收益未能激发更广泛的市场反弹。接下来这条，波音财务主管表示，2024年将消耗现金而非产生现金，第二季度的交付量将不会增加。最后为您播报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批准 NASDAQ、CBOE 和 NYSE 的申请，允许发行与以太坊价格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为这些产品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交易铺平道路。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